欢迎大家来到不听不可，我是不可。1998年2月16日，台湾时间的8点04分，中华航空一架676号班机自印尼巴厘岛飞往当时的东登国际机场准备降落。因为降落时的飞机高度过高，机师执行重飞时操作失误，飞机失速下坠。后续分析失事原因为机长驾驶空中巴士 A300B4 622型客机时，在执行降落时不慎关闭自动驾驶系统而不自知。降落前塔台与副机长通话，来录下关闭时所发出的铃铃两声警示。可是飞机当时高度过高，机长准备开始重飞程序，却因自动驾驶关闭，重飞后长达11秒的时间，飞机无人控制导致仰角过高，导致飞机失速朝地面坠落。机师取回控制权时已来不及，最终飞机坠回跑道，冲到国际路2段上，并撞毁民宅，最后摔落在机场旁的马路上，并且开始大爆炸。机上乘客与机组人员共196人全数罹难，地面6人死亡，共计202人罹难，俗称大圆空难，为台湾史上第2严重的空难意外。接下来要分享的这篇故事，是网络上网友分享的一则真实经验。故事内容除了有无法解释的灵异状况，还是一个充满了满满洋葱的感伤故事。接下来就来开始今天的故事。小雨是我姐姐姐夫的同窗好友，学校毕业后，他们俩投入一般女孩向往的行业——航空空服员。毕业1年内，小雨考进了华航，而我姐姐进入了日本亚细亚航空服务。或许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吧，毕业之后，他们俩的感情远比在学校的时候还好。我姐姐结婚当时，小雨还是婚礼的总招待。小雨是个非常孝顺的女孩，体贴父母，无微不至。她与男友相恋多年，筹备婚礼时，她的老公因为出了车祸，脸上有些许伤，所以连婚纱照都没照，说好等第2年再补拍。可惜，这辈子我们却再也看不到他拍婚纱了。空难发生的当下，我正和我同学在喝咖啡。我的同学服务于远东航空，所以对空难这种新闻特别的敏感。一见面，他就跟我说：“你有看到新闻吗？华航发生空难呢。你姐同学不是飞华航的吗？他有飞这班班机吗？”也许是因为家中与身边有太多的空服员了，所以对这种新闻总是习惯性的比较不敏感，认为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我还笑着跟他说，前几年名古屋空难，他同事刚好跟他调了班，没飞到，这次应该也不会那么倒霉吧。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同时，我们和小雨已经天人永隔了。空难发生当下，我姐姐与姐夫回到家吃晚饭，忽然看到电视打出快报，华航班机疑似落地起火。我姐姐本来约了小雨，第2天要去喝下午茶，他们俩对彼此的飞行时间总是非常清楚。我姐姐跟妹妹看到快报，马上打电话到亚细亚与长荣航空位于机场的办公室询问状况。公司人告诉他们，有人存活的机会非常渺茫，因为他们在办公室已经听到爆炸的声音了。我姐姐与姐夫抱着微薄的一线希望，马上驱车赶往位于南京东路的华航大楼，查看飞机乘客与组员的名单。即使他们明知道小雨飞这班班机，还是希望有奇迹会发生。很不幸的，到了华航大楼，看了名单，他们原本抱着希望小雨不在这班飞机上的期望，还是落空了。小雨老公是某知名电视台的摄影师，华航派了一组人马，加上媒体进入寻找。很快，他们便凭着一只珍珠戒指，寻获小雨的遗体。因为飞机在空中已经爆炸，所以所有罹难者的遗体几乎不可能借由面貌寻找了。我们竟然还能为小雨找到全尸。但是很多亡者很不幸的是无法保有全尸，所有的遗体，包含尸块都在板桥殡仪馆等候 DNA 鉴定，必须等鉴定完成之后才能移出殡仪馆。202人罹难，如此庞大的数量，所有的尸块必须一块一块的化验，能为罹难者找回多少遗骸算多少。谁都希望能尽量拼凑完整，因此鉴定的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那时天气还有些冷，冬天还没结束。我想所有罹难者家属的心情，此时应该比冬天的风还冷吧。
不知怎么搞的，连续几天的下雨竟让港桥殡仪馆淹水。将小雨的遗体移到附近社灵堂之后，首先当然是为她清洗遗体。可是这时候才发现，那具遗体竟然不是小雨的。事后经过 DNA 鉴定，证实这具遗体并非是小雨。包含这时马上的又派了一组人马进入现场，在小雨应该可能待过的位置附近寻找。虽然无法找到完整的遗体，但总算还是有些收获，找到了小雨部分遗体。设好灵堂之后，某天，小雨的家人接到了一通来自大园一位年轻女孩 A 小姐的电话。A 小姐说，自从大园空难之后，不知哪一天开始，她不断的做一个梦，在一片漆黑，梦中有个女孩，只听得到声音，却见不到人影，说着：“我是大园空难的罹难者小雨，请你帮我转告我的家人，我没有衣服穿，我好冷哦。”刚开始做这个梦的时候 ，A 小姐根本不以为意，因为 A 小姐本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可是到第二天、第三天，她持续同样的梦，这样的梦境困扰着她。于是 A 小姐便问了自己的朋友，在这次大园空难，是不是有位罹难者的名字叫做小雨的吗？ A 小姐的朋友去查了报纸，当时关于小雨寻错遗体以及结婚半年就惨遭不幸的事，都曾经被媒体报道过，所以很快便通过媒体找到小雨的家属。当小雨的父母接到电话时，也是觉得很不可思议。A 小姐也说了，她是基督徒，根本不信这回事。但是连续的梦境，以及事后查到真的有这位罹难者，所以她也只好试着转达小雨的请求。小雨的父母在接到了 A 小姐的电话后，便烧了些衣物给小雨。说也奇怪，就在烧给小雨衣物的当天， A 小姐又梦到了小雨，同样只听得到声音，见不到人影。小雨感谢 A 小姐的帮忙，又跟她说：“请你再帮我跟家人说，是好黑，我找不到路，请他们烧给我。”小雨所请求的东西，在梦中 A 小姐有看到，可是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已超出 A 小姐身为基督徒的常识了。于是 A 小姐又打了电话给小雨的父母，转达了小雨的要求。因为无法了解 A 小姐的描述，所以 A 小姐便凭着记忆将它画了出来。A 小姐传真来的图画，原来小雨要求的是莲花，于是小雨的父母便又折了莲花烧给了小雨。很神奇的是，真的在当晚 A 小姐的梦境不再是一片漆黑。从她与小雨接触以来，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小雨。虽然我们并未寻获小雨完整的遗体，即使是2大块的尸块，加上少许的小尸块拼凑起来的遗体，但是在 A 小姐的梦中，小雨是完整而美丽的。梦里，小雨在一片光明当中现身，她感谢 A 小姐，并且跟 A 小姐说明为何会找上 A 小姐帮她转达她的要求。原来因果循环， A 小姐不知在哪一世有亏欠于小雨，应该是所谓的冤亲债主吧。于是小雨就请 A 小姐帮她做这些事情，小雨便将前世的因果抵消，从此 A 小姐不再有亏欠小雨了。至于小雨的老公，在小雨出事之后，有一天小雨的妹妹本来去帮她姐姐清理遗物，可是小雨老公像发疯似的，不许任何人动小雨的东西。他们的房间在小雨晚生3个月后，依然像小雨离开的那天一般，不曾有变动。有天，大家怎么都联络不到小雨的老公，去了他家，按门铃也没人理。小雨父母怕他出事，便找了锁匠开门进去。开了门，只发现客厅摆满了小雨的照片，电视也正播放着小雨他们结婚当天所拍摄的录影带。而小雨老公就想把自己关在这间充满他与小雨回忆的屋子。小雨的母亲在梦中问过小雨：“你老公非常的想念你，为何你不肯见他一面？”小雨只说了：“见了面又能如何？只是徒增痛苦罢了。”一直到现在，小雨她老公还是常常去灵骨塔那边，看着小雨的照片，想念着她。回想起那几年的华航航空，分别于1994年发生的名古屋空难，后续还有1998年的大园空难，以及2002年的澎湖空难，
因为当时几乎是每4年就要出一次重大事故，因此当年还有流传华航4年大限，或称华航4年魔咒等的说法。内容大概就是每隔4年中华航空的客机就可能发生全机数百人上升的重大空难等的都市传说谣言。不过当然后续经过了相关的改革等措施，已经让飞航层级提升了许多。不可这几年甚至觉得在台湾坐飞机都还比坐火车安全，不知道各位荧幕前的各位觉得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哦，我是不可，我们下次见，拜拜喽。